这只挺到大概190左右。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只蛇，开春第一蛇，台湾非常美丽的原生蛇类。是怎么样？是谁在路边尿尿，然后所以在那边？超特别的一种植物，让各位认识一下它。快点，你先去拿相机，你先去找。有带吗？有带吗？有带啊！刚才真的假的？太棒了，好扯啊！我们过年上山踏青，然后在那个厕所里面看到一只黑眉锦蛇，好扯！哎，真的，刚好那个包包还没有收。太棒了！我带摄影机，我只能使用手机啊，我用直的拍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才是手机会有的录影。超棒的，赚烂了好，我们用摄影机转拍。各位超扯的，我的身旁是一只台湾非常美丽的原生蛇类，这个东西就是鼎鼎大名台湾美蛇，又叫做黑眉锦蛇。现在是过年期间，然后刚才凯凯约我说，我们上山散步一下，反正也没干嘛，因为过年打了3天麻将有点无聊，然后我就说好上山走走看。黑眉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这个季节现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有黑眉，因为其实黑眉呢，大概1月、2月春季。这种蛇类就开始慢慢的有活动，然后今年的春天，2026的春节就是特别的温暖。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，蛇类就开始活动？现在其实早上大概7、8点左右，没想到一大早被我们遇到一只黑眉锦蛇。好，我们来介绍这只有趣的蛇类。顾名思义，黑眉，它的眼睛会有一整条黑色的眼袋，就像是一道眉毛一样，所以叫黑眉锦蛇。全身有金黄色以及黑色的斑纹，前半段1/2到1/3处呢会有菱形的黑斑，中后段的话会看到明显的鲜黄色的重带，越往尾部的黄色会越金黄，非常的美丽。黑眉锦蛇就是白天活动，它的最大的天敌我猜啦，应该就是大冠鸠，因为大冠鸠又叫蛇鸠，你知道吗？它很爱去捕食台湾的蛇类，它长那么大只，它能活成这样子，而且又是数量非常稳定的状态下，我觉得非常厉害。有可能就是那个金黄色会扰乱那个花纹吧，超帅的生成机制。黑眉锦蛇有个超帅的东西，就是它的蛇形，它蛇形是紫蓝色的哦，超级有质感，全身都是那种艳丽的娇贵那种感觉，非常的漂亮。台湾的黑眉锦蛇目前是3级保育类，它的保育类原因是因为栖地受到破坏，要防止人类的大量捕杀、饲育甚至买卖，予以保护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它的生活栖地就是海拔大概1500-2000以下的所有的山区，而且主要的分布范围是500以下的浅山的地方。它的栖息环境与人类高度的重叠，所以很常在鸡舍、民宅、农舍甚至公厕。又是日行性，这代表说它很常被人类遇到后都不会有太好的下场。台湾人对于蛇类的刻板印象太严重了，可能就是蛇就要打死。但是我觉得黑眉锦蛇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太漂亮了，它特征极度明显，很多老一辈的人家看到它知道它没有毒，所以有可能会放它一马，而且又这么大型，个性稳定又很漂亮，很可能变成什么？没有错，就是宠物。它的脱压力蛮大，它是超好的灭鼠专家哦。黑眉锦蛇主要的食物来源最大宗是啮齿类，像是老鼠，然后甚至是鸟类、鸟蛋等青蛙。日行性蛇类又有很大的双眼，它的观察力很强，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快闪而过。这只应该是太冷了，它是变温动物嘛，越温暖它其实活动能力越强。反正遇到它，如果你是小型蛇类，你可以拿着扫把移到野外，那千万不要打死，千万不要打死，然后也不要用蛇夹，那种铁蛇夹都不是专业移除蛇类用的。台湾的黑眉锦蛇算是大型蛇类，它最大可以长到3公尺上下，超夸张的。我自己看过最大的大概是2.4米、2.5米左右，那个就已经很夸张了，它就超粗的。这只挺到大概190左右。在农历新年看到这一只，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只蛇，开春第一蛇，而且是超美丽的台湾美蛇。你们在台湾看过如此大型的野外蛇类吗？欢迎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小兄弟你好啊！我要录一个，你坐在那边拍照好不好？你这什么奇怪的动作？解释一下。不能拍一只黑眉，然后动作如此之畸形。那你它这么漂亮，一定是值得的。看这超好笑的，各位我们很辛苦啊，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啊。它现在离开了，它要钻回去了。你的黑妹妹现在在往上走了，哇，很漂亮哎！刚好可以拍它爬行的画面。很美。它看起来好像大冠鸠的 A 莎。我们刚才发现那只黑眉以后，我说既然今天有出东西，我们就来找找看，寻看好了。所以我就和凯凯分开，他往下走，我往上走。白天找东西会比较要有效率一点啊，因为他们反应很快嘛，我们要增加搜索的范围。白天的话，我通常会骑摩托车巡，然后就沿着这种水沟慢慢看。蛇类爬到旁边的话，会沿着墙壁走。所以我们就走走看看，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走了1小时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很不意外。白天巡蛇就是这样子，
但是我沿途看到了很有趣的植物，它是算是台湾非常常见，而且有必要去认识一个物种。我找找看有没有经典的。有了，就是它，Dendrocnide mayoniana， 鼎鼎大名的咬人狗啊。超特别的一种植物，非常常见。我有必要去让各位认识一下它。我相信很多爬中低海拔的人应该都很常看到它，因为它的主要分布就是800以下，然后很显眼。咬人狗呢，喜欢在森林的边缘，它喜欢日照的一种植物，看得出来这太阳超大的，而且很有趣哦。它是荨麻科的植物，它的属名就 Dendrocnide 是指乔木状的荨麻科植物，种小名是 mayoniana， 顾名思义是南投的梅园，它是以地名的方式来命名的。可能它的模式标本当时是采集在南投的梅园，所以叫 mayoniana。它是乔木状，它生长大概是可以长到3到4层楼高，大概10到12公尺。它只要是植株稍微嫩一点的地方，基本上它都会充满着杏毛。杏毛就是它表面的刺毛嘛，那个专有名字叫杏毛。它里面会有充满着，其实就是酸啦，像草酸之类的。碰触到它的时候，它会扎入你的皮肤，经过膨胀中注入到你的体内，让你感受到非常不适。不适的那种症状应该就是红肿、热痛，然后后期就是瘙痒难耐，非常的不好受。其实说什么偏方用尿撒一撒，然后酸碱中和，其实都错误的啦。冰凉的东西冲洗它会相对的比较舒服一点，这是我觉得唯一有效的方法，让皮下组织让身体去代谢它，因为它其实不会持续的太久，疼痛期大概是1小时之间，然后消肿应该半天之内，看个人状况，每个人过敏反应都不一样。它的叶子可以长到15到40公分左右吧，叶长叶宽大概20公分左右，所以它叶子是很大的卵形，长椭圆形这样子非常明显，然后叶基部是呈现浅心型的小凹，像一个小心状。它虽然全株基本上都有毒，但是很有趣的是，它的果可以吃，它的果实是非常漂亮的，呈现半透明紫色的样子，吃起来甜甜的，我吃过。但是你在摘取它的时候很麻烦，因为它连花序、果序、嫩叶、叶面、叶背全部都是杏毛。简单说，你碰到它都很痛，所以你要吃它，等于说你要先突破这一关。尤其是它会把那个杏毛全部集中在嫩叶以及嫩芽的部分，保护它的生长优势，不让它被太多的动物去取食。山羌其实不怕这东西，山羌会直接整个吃掉，没问题。我觉得这非常厉害，演化机制它可以克服它的障碍。可想而知，它其实搞不好很好吃的。只是它有毒，所以人类没什么在使用它。咬人狗，各位记一下，这只小颗的咬人狗，上来。我个人觉得它的战斗力是比咬人猫还要强。咬人猫是马上会有刺痛感，但是很快就消了。咬人狗不是，它不会马上让你刺痛，但是后劲很强。它过一段时间开始超级痒、超级热、超级难受，而且超级难退。超帅的名字叫咬人狗。另外一种咬人猫，我们之前在赤练蛇的影片有介绍过，欢迎大家去点击我们赤练蛇的影片，不只了解蛇类，顺便了解台湾常见的一些植物吧。旁边还有一颗大株的，那颗，对，来，你看我们的凯凯就认错了，旁边那颗大颗的超像它，对不对？那是人果龙。哦，容易认错，叶形都很相似，但人果龙是完全光滑的，你看超容易认错吧？真的。如果你没有仔细观察这个植物呢，甚至你不了解它，各位千万不要随便去触碰动物隐私。你不认识就拍照查一查，或者欢迎来问我们冲浪者。我是读本科毕业的，我相对之下常见的植物还算会认因为兰屿超多咬人狗的，他们会把这个植物称之为他们的族语，那个音一直是指避开的意思。我觉得是一个智慧。他马上认出我们了，真的假的？认真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那好像冲浪者。对啊，是啊，你们好，你好，怎么认出我们那么厉害？啊，你们这样骑过去认出我们是谁啊？很厉害，那辨识能力也太强了吧！对，一眼就认出来，很强哎！真的。我那时候想说，是怎么样？是谁在路边尿尿，然后所以才站在那边？真的蛮糗的。好了，你们上去看，这里蛮多特别的生物，还有世界魔，你们可以找找去。还蛮多的，有回转的，可以多跑一下。好，拜拜。那他认很快嘞，哇！他骑过去那个，哎，我摄影机不知道关起来了没有？关起来了，可惜了。哎，有在录哎，有在录啊，还在录哎，哇！好，他影片出来就知道我们找黑莓。哇，对啊，抱歉了学弟，但是我们上去是真的没东西啊。谢谢啊。没错。耶！
你们的默默支持都是我们继续做影片的动力啊！说实在的，我们冲蓝蛇，你等一下有东西在动一下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吗？鸟类，猪鸡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对，猪鸡啊，小只的小猪鸡。哇，可是拍不到，看不到，它刚好在那个山庄后面。哇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夜观要注意的。对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台湾大自然就是这样子，要观察，不是说走一走就一定会爬出来给你看，不可能。除非像那只黑美，上个厕所看到很莫名其妙。OK， 我们这集就这样子到这边结束了。我们是创业者，我是君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车子，平常拍片就这样克难的。我们今天遇到了非常有趣的黑面锦蛇，我上面看到一种非常有趣的植物叫小人狗，两个物种介绍给大家。各位如果在山上有遇到不认识的动植物好了，都可以欢迎传给我们创业蛇频道，尽量帮你们去做鉴定，然后欢迎分享我们频道。我们创业蛇，我是君，跟着我们走入台湾的大自然吧。就这样子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